3月14号，董王干了件挺尴尬的事儿。那天呢，他站在白宫的发言台前，那叫一个红光满面，意气风发呀。小手一挥，对着镜头就开始经典的董事点名儿：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还有那些个平时跟在屁股后面喊大哥的，你们一个都别想跑，派你们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护舰，顺便在伊朗的海岸线上登个陆，给大哥我把这个场子狠狠的找回来。大家要知道，那个地方现在就是个火药桶窄的跟个胡同似的，随便岸上扔几块砖头都能砸到海里的船呀。更别说现在这个水里面飘着水雷，那天上飞着无人机了。梅姨刚刚在那边跟那个伊朗比划完，把人家惹毛了。现在那片海域那是相当的危险董王自己不去趟这趟浑水，于是呢就开始忽悠小弟，为了让这个兄弟们踊跃报名，他可是把胡萝卜和大棒都准备齐了。先上威胁式套餐，北约的兄弟们听好了，谁不派兵，那这个联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立马退群。法国你不听话是吧？行，你家的红酒我直接加征100%的关税，这税的名字我都给你们想好了，就叫北约不作为税，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卖。威胁完了，又开始忽悠大法，兄弟们别怕呀，我跟以色列已经把小伊的军事实力给干废了，他们现在呢就是纸老虎，你们就开着军去那边巡逻，危险是微乎其微的，绝对安全。话说到这份上，董王估计心里面还在美滋滋的想，我都这么软硬兼施了，这帮家伙还不赶紧屁颠屁颠的开着船过去表忠心。结果呢，滴答滴答，48小时过去了，董王满怀期待的扭头一看，冷风吹过乱发，身后连个鬼影都没有。咱们来看看被点名这帮小弟都是怎么交这份护航作业的。我看了一圈好家伙，一个比一个会演。1号影帝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甩了个大脸子，他在爱丽舍宫估计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人家说了我们法国呢是有军舰，但这个军舰得在咱们欧洲自己的指挥下行动，想让我们并入美军的指挥链，做梦。马克龙呢还不忘阴阳怪气的补了一刀，单方面去升级冲突的是你美国，现在搞大了，收不了场了，想让我们出钱出力去填坑，这叫盟友吗？这叫把我们当冤大头2号影帝英国首相斯塔默，这英国人那可是老滑头了，表面功夫做的是滴水不漏，这斯塔默嘴上喊的那叫一个震天响我们大英帝国坚定支持美国的安全承诺，我们是永远的兄弟。可是转头呢就开始抹眼泪叫苦，大哥不是我不去是我真去不了你看我们那几艘破驱逐舰护卫舰现在呢全在船坞里躺着大修呢底盘都漏水了，能派出去的扫雷舰满打满算也没有几艘真不是兄弟不仗义是兄弟我现在能力不够合着大英帝国现在海军就剩下嘴炮最猛了。还有3号影帝德国总理默茨，德国人的回答更绝把官僚主义玩到了极致。默茨拍着胸脯说去，大哥发话了，那必须得去。董王刚咧开嘴笑，默茨话锋一转，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高风险区域，你让我们派的是进攻性力量，这个事可不小，在我们德国这得走程序得这个联邦议会开会投票批准。你也知道我们这办事效率走完这个流程吧，大概可能也许得好几个月吧。好家伙，几个月之后波斯湾的黄花菜都凉透了，仗都打完了，你们再过去收破烂吗？4号影帝日本高市大妈，日本这边高市早苗公开表态说，日本目前未就护航做出任何决定，我们的一切行动基于独立判断。这话听着就文绉绉的，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对，你叫你的，我算我的，我给你鞠个躬，然后呢我就当没听见。那至于澳大利亚，人家直接连装都不装了，一记干拳干过来，不会派军舰去，就算你点名了也不去。韩国更逗，甩出4个字审慎研究。这4个字在咱们外交词典里
基本上就等于这个文件先放抽屉里吃灰吧，等发霉了再说。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个借口啊，只要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意大利说，哎呀，波斯湾我们不熟啊，我们只会跑地中海和红海。西班牙更绝，不好意思呀，大哥，我们这儿呢正跟你们美国吵军事基地使用权的事儿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这茬啊，你另请高明吧。董王估计在办公室里气得直摔杯子，点名威胁了一大圈24小时内英德法澳日全给拒了。这个场面简直比没穿衣服上街还要尴尬。各位，你得知道5年前这帮小弟可不是现在这副嘴脸啊。那个时候是2021年，拜登刚上台，美国暗地里使个眼色，怂恿盟友们到印太地区来展示一下力量。针对谁呢？咱们都心知肚明。结果呢，当时的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真叫一个争先恐后。明知道开着军舰来南海周边晃悠会得罪中国，但是人家照样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刷存在感。大哥叫咬谁就咬谁，绝不含糊。那当时的德国人也挺逗的心里面其实慌得一匹，提前5个月就开始给中国发预告信。那啥，我们8月份呢要派一艘护卫舰过去，但是你们放心，我们只是穿越南海，绝对不进12海里，而且我们强调我们是单独走，绝对不跟美日英法他们组团。这个潜台词简直都要写在脸上了。我是被逼的，我就是过来走个过场打个卡，你们千万别揍我。最搞笑是西班牙美国要他派军舰到西太平洋，他第一个举手的，去了，马上到。结果开过来一看，大家都傻眼了。好家伙，这西班牙派的是一艘大帆船，你没听错是一艘18世纪古董级别的风帆训练舰。美日两国的现代化军舰捏着鼻子跟这艘老掉牙的帆船搞了场联合演习，那个画面简直滑稽的像在拍穿越剧。但是哪怕是开着风帆来，人家好歹是来了呀，这就叫态度。咱们再往前看，阿富汗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可是真正的带头大哥。大哥一句话，英国人被派去阿富汗最危险的赫尔曼德省，跟那个塔利班面对面的拿刺刀干丹麦人更积极被英国人当枪使，塞到了最前线。那虽然也有像德国这种老滑头，躲在这个营地里喝着冰镇啤酒，吃着香肠，给这个塔利班交足了买路钱，最后呢，全员白白胖胖的安全回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大家呢都在一个锅里面搅马勺，那个时候的逻辑非常清晰老大叫你上，你就必须得上。至于你上去了能不能打赢，那是能力问题，但是你上不上，那是态度问题。可是现在呢，时代变了，兄弟们，美国现在是一呼，盟友们是百不应。董王一个人在台上唾沫横飞的演着独角戏，台下的观众根本没人搭理他。很多人可能会问这帮小弟是突然吃错药了吗？怎么这个胆子变得这么大了？其实不是兄弟们变了是大家把手里的账本彻底算明白了。第一，你美军自己都不敢去，凭什么让我们去当炮灰董王3月3号就在那边吹牛皮，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搞护航，结果呢，天天有游轮在海峡里哭爹喊娘的求美军护航，那美军呢天天是摇头拒绝，理由就一个字儿，怕。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自己都算过一笔账，在那个地方护航，光是这个无人机就需要10架死神24小时在天上盯着。那个海峡最窄的地方才34公里，什么概念你站在岸上拿个窜天猴都能打到海中间。任何船开进去都在伊朗的打击半径里，水雷、自杀式无人机、小快艇随便磕着碰着一下，一艘万吨油轮直接就得沉底。你美军自己都吓得缩在壳里不敢动，现在想让我们这帮小弟开着脆皮军舰去趟雷，你真当我们是傻子呀？第二，老大吃肉，小弟喝风。董王的逻辑非常霸道老子保护你们这帮小弟几十年了，现在我遇到点麻烦，该你们倾家荡产来回报我了。但是这帮小弟心里面门清他们看到的版本是这火是你自己非要放的，那现在这个火势控制不住了，你要我们去拿衣服帮你扑火，
扑灭了，那你在推特上发文说全是你的功劳，扑不灭，烧死的那可是我们的亲兵啊！阿富汗那笔账大家可都还没忘呢。当年英国人、丹麦人跟着你们干，结果这个拜登撤军的时候呢，跑的是比兔子都快，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把盟友扔在机场喂塔利班。这种老大谁还敢闭着眼睛跟？还有这第三，跟着你干，回头就得被清算。那现在跟着你董王混，爽是爽了呀，但是你这些总统最多干4年吧，4年之后，万一民主党那帮人又上台了呢？现在的美国那2党撕裂的跟仇人一样啊，对内对外政策简直就在翻烧饼。今天呢，我跟着你共和党去冲锋陷阵，明天民主党上台了，说不定反手就给我穿小鞋制裁我。跟你混，政治风险太大了，这买卖根本没法做。还是第4，也是最扎心的一笔账，美国你已经没有那么强了，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啊！过去你美国一呼百应啊，那是因为你手里面真有王炸呀！航母战斗群开过去，经济制裁的大棒砸下来，谁敢不服啊？小弟们跟着你混，不仅有安全感，偶尔呢还能跟着喝2口汤。现在呢，你跟这个伊朗折腾了3周了，这董王呢天天在这个白宫喊我们赢了，赢麻了，可是结果呢，伊朗还在这个天上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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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下砸，美军基地被毁了还不敢还手，军舰不敢进海峡，连护航这么点事呢都得低三下四的求着别人来干，连布鲁金斯学会的美国学者自己都绷不住了呀。直白的说，救亡正在衰退，世界已经滑入了多极竞争了，美国早就不是那个单极霸主了。特朗普现在呢可能还没想明白这一次的事件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面子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各位去看看最近的民调吧，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这4个曾经被认为是美国最铁腕的盟友现在呢在他们国内有相当大比例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着中国做生意都比跟着美国混要靠谱得多。为什么？就因为特朗普他天天喊那个自私自利的美国优先，现在的欧洲年轻人根本就不吃美国那套所谓的自由灯塔的洗脑包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被美国的趋势骗惨了呀。这是一条比前线阵地更可怕的防线，信任崩塌线。当你的盟友不再相信你会真刀真枪的保护他们，当他们不再相信你说话算话，当他们不再相信跟着你有肉吃的时候，你这个所谓的北约盟友其实呢就已经是个千疮百孔的空壳子了。董王还在那儿委屈巴巴的抱怨我们保护了他们40年那现在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居然不肯挺身而出。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联盟从来就不是做慈善联盟就是做生意。生意的基础是什么？是信任，是你强大的时候大家愿意叫你一声大哥跟着你混，你稍微遇到点挫折的时候大家看在过往的情分上愿意拉你一把。但是你现在搞的是什么？你强的时候你让我们冲在最前面当炮灰，你现在弱了虚了，你居然还想把我们推下去当垫背的。这种稳赔不赚的买卖傻子才做。从当年的一呼百应到现在的无人搭理，特朗普把盟友逼反只用了不到2个星期。好了，今天这个事儿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见。